前文书我们说到，官方的 SS 新系列伴随大黄蜂电影，让玩家再度兴奋，但不尽如人意的钢索却引起第三方配件包乃至两家第四方的争端。绝创秽土重生再入电影线，凭借超高的定价毁得自己一败涂地，从此再无音讯。而之后86大电影35周年来临之际， SS 系列将迎来怎样的辉煌？玩家是否能在86线真正聚齐记忆机器恐龙，却仍是个未知数。1986年8月8日，变形金刚大电影在美国正式上映。这部如今被迷友们奉为神作的影片，却也一度在当年褒贬不一的两极分化特别严重。单从制作水准来看，当年的孩之宝确实不惜成本打造的迷友狂欢。东映公司光手绘的赛璐璐原稿据说就达到了25万张之多，画面与分镜更是达到了当时80年代的领先水准。豪华的配音阵容在原有经典的 CV 基础上，甚至还邀请了不少大牌明星助阵。而其中为宇宙大帝配音的奥逊·威尔斯更是在身体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坐着轮椅参加配音。1985年10月5日，奥逊·威尔斯拖着病重的身躯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却因为身体状况导致录音中出现了各种沉重的喘息音。对于配音工作来说，这些都是成片无法使用的。但碍于奥逊·威尔斯的身体状况，导演尼尔森·申用合成器在后期做了大量的修饰，才让声音变得更加清晰。可仅仅5天后，奥逊·威尔斯便与世长辞，变形金刚大电影也成了他永久的绝唱。 Welcome, Megatron。 曾经被孩之宝寄予厚望的大电影，它的推出承载的是变形金刚系列的关键转折，领袖的迭代，成员的换血，不外乎只因市面上的现有变形金刚玩具已经饱和，孩之宝急需孩子们购买新的玩具来促进市场消费，所以他们对于杀死一大批老角色的推陈出新做法沾沾自喜，却完全没有考虑过玩家的感受。电影上映后，受不了剧情中一众英雄相继离世的孩子们哭闹着走出影院，孩之宝和派拉蒙的投诉电话均被心态炸裂的家长所占据，甚至一度到了抗议的境地。孩之宝终于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的愚蠢，及时将电影版特种部队中的公爵之死改为昏迷。或许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是将本来打算先放映的特种部队和后来超车的变形金刚大电影改回原先的播放顺序，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擎天柱的死亡？当然，自86大电影后，擎天柱必死定律也成为了后续的一个梗，每次的死而复生也让迷友习以为常。但86大电影的负面问题还不止于此，一系列恶性 bug 也成了至今迷友间津津乐道的谈资，比如最知名的狂飙到底是谁和嚎叫去哪儿了？他们都到哪去了？你说。前者在宇宙大帝改造霸天虎一行败军时，前一镜头惊天雷闹翻天和机器昆虫被宇宙大帝改造。虽然在画面中我们已经无法靠颜色区分惊天雷或闹翻天，但和炸弹一起改造出2只狂飙，并且下一幕红蜘蛛加冕典礼镜头中的惊天雷闹翻天和机器昆虫又再次出现，一笔一外。如果说狂飙 bug 只是作画失误，那么消失的嚎叫成了永恒的未解之谜。不论是登场跳下飞船，还是最终宇宙大帝决战，我们看到的只有4只恐龙在战斗，全程划水的嚎叫却没做任何解释。如果说因为其他原因或者隐藏剧情，嚎叫故意没登场，却也在细心的玩家寻找下发现了3处蛛丝马迹，就我个人感觉，很有可能动画制作组真是单纯的忘记画了。由此，机器恐龙的团聚诅咒发动，直至2014年的变4电影时期。电影里虽说加入了新成员灭世，但登场依旧只有4龙。我甚至一度怀疑迈克尔贝是真的有参考当年的86大电影，作为一个圈外人，他可能只数了4只。
当然，在电影玩具这边，官方好歹后续还补了嚎叫和淤泥，令父一只劈斩，稀里糊涂的又补成了7只恐龙。天回不来，我也不想活了。时间来到2021年，正值 SS 系列大受欢迎的时刻，86大电影也迎来35周年的庆典。官方决定在 SS 产品线回顾大电影的辉煌，一众老记忆角色在本是电影产品线内推出。当然，记忆大电影也是电影嘛，有道理。自然，我们的主角机器恐龙也有相应登场。本次的钢索直接一盒套装发售，随盒还附带一款不可变形甚至几乎没有可动的小转轮，售价自然也比起其他角色要高出不少。设计方面，在 MP08 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更加贴近动画电影的造型，更加简易的变形步骤。虽说偷胶空洞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官方的老传统，但这款钢索还是受到不少玩家的追捧，乃至于如今的价格已经几乎翻倍。但回头想想，附带的转轮不外乎官方为了增加售价强行搭售的产品，毫无任何卵用的功能，还不如给钢索带一把大剑。而此时的 DNA 再次嗅到商机，配件包中不仅补足了偷胶的大窟窿，还附带钢索缺失的大剑，甚至单独做了一款可变形的转轮。这下 SS86 钢索该有的东西一应俱全，自然 DNA 的配件包也不会便宜。后面推出的铁渣，官方再次采用套装形式，丹尼尔变形动力服的融入依旧是不可变形的可动卓吉小人，他甚至脸都露不出来，而本体的铁渣各方面素质都可圈可点，完美收纳的人形腿部更让人想起当年第一次玩到 FT 铁渣时候的惊喜感，甚至在这款铁渣身上偷胶空洞都显得不那么明显。虽然还是缺了大件，所以这次 DNA 连配件堵空洞的板子都省了，直接可变形丹尼尔加大件就做出来了。对于售价，可能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所以还增加了一套可有可无的红角。你觉得这种小伎俩官方不会玩弄？信不信后面官方直接出个黑头红角版铁渣，分分钟爆杀 DNA。 说到爆杀，自然还有更绝的，后面官方的举动又被赐了小情人 DNA 的菊花，核心级转轮，完全变形的同时，两个形态还能更还原动画，甚至在成本控制下，本就不多的零件数又更能激发设计师的灵感，减法设计的巧妙感再次在转轮上得以应验。是选择86钢索加核心转轮，还是选择高价的配件包，似乎玩家们早已不在乎那柄大剑的意义。另一发核心级 Spike 依旧完全变形的动力服，试想模具都开了，分分钟涂个丹尼尔不也是手到擒来？于是 DNA 的唯一优势被官方俩核心级捅得冲天香阵透长安，你说你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当然，后面官方的86淤泥就放弃了套装的开发，玩家也开始吐槽这种夹带无用配件增加售价，后面再出核心级的恶心方式。不过想想，恐龙还真没啥能带的不可变小人了。淤泥的表现素质也尚可，变形方面也相当巧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86三龙设计最好的一只。完全不同于记忆逻辑的变形体验，又让人想起当时第一次玩到 DX9 口袋恐龙的经验。但据说因为做工原因，一些关节相当松，腹部的空洞也是玩家吐槽的唯一缺点。而此时的 DNA 呢？淤泥的配件包似乎再也没啥可改动的，于是有用的只有一柄缺失的大剑和遮盖空洞的挡板。当然售价方面绝不能低下咱家高昂的头颅，必须得给玩家把售价加上去。结果连大眼和特效剑这种零碎也涵盖在配件包之中。挣钱嘛，生意不寒碜。可以说，就目前官方推出的3款 SS86 机器恐龙，竟也有一统江湖的气势。在时隔35年之后，官方用真正的设计能力来在非 MP 线让老玩家再次感动。相信不久之后的飞镖同样能再次带来更多的惊喜，我非常期待且无比看好。但说到关键问题，86大电影可是丢了一只嚎叫的。官方在 SS86 线会不会尊重原著，
完美还原大电影走丢了的嚎叫却仍是个未知数。虽说目前网上已经有了86嚎叫要推出的传言，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一切还是看时间为我们印证。自此，官方的 SS86 终于为机器恐龙大战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也到了终结这场第三方厮杀的时刻。曾经的3家第三方召唤 MP， 如今各家机器恐龙交锋后，也只能靠官方来完结。天元之力到 SS86， 官方用2套恐龙再次证明那句话：不是我没能力，不是我不认真做，是甲方爸爸真的不给预算。为嘛不给我？纵观本次机器恐龙大混战，各家第三方在战鼓擂、山河阵、人呐喊、马嘶鸣的厮杀中，或出人头地，或一蹶不振，或巧取豪夺，或偏安一隅。他们如今凭借恐龙混战的大浪淘沙，均已尘埃落定，而未来第三方的走向又充满未知。下一个世代还会有第三方机器恐龙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论官方怎样补完，终究还是有资本，还是有成本，还是有营销模式的束缚，还是有无处发挥才华的设计师。而第三方在产品迭代的同时，已经开始有渐渐走出变形金刚 IP 光环的趋势。如今半原创魔改风盛行，曹芒格必须是新战场冲在第一线的先锋官。首发套赤油的成功，一改传统5合体理念，更是放弃了如今早已走偏的第三方合体大裤衩模式。我曾经也在视频里一直在说，我不怕配件合体，也不反感大裤衩，但起码你这配件能变个什么？直接替换是不是显得有点太偷懒了？而曹芒格直接告诉我们，裤衩变猩猩，双脚变双狼，就连双手也能组成螃蟹，一套小队8个半成员，个个都有独自变形的乐趣。更何况他们合体后的效果更是让人眼前一亮，甚至起了个更加国风的名字赤油。而第2套产品自然要给赤油找个对手，所以依旧采用山海经风格的应龙卫在展会上亮相了。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里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赤油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汉。汉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禹。如今这套应龙卫早已吊足了玩家的胃口，从赤油积累下来的口碑，也让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关注国创魔改风的变形玩具。虽说依旧有碰瓷变形金刚的嫌疑，但能跨出这一步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曾经的 FPG 早就想走这条路，但当年为时尚早，技术和工艺还并未到火候。多少年的代工经验，多少代灰色地带产品的更迭，曹芒格继承了 FPG 未曾完成的心愿，让玩家看到了国创第三方品质的飞升和对待产品的态度，让擦边球擦得再远一些。或许未来的某天，真正的国创变形机甲成品能独立 IP， 屹立在世界魔玩圈。不知不觉，变百科第3季竟然前后写了近2年时间，是不是现在才发现，原来整季历时这么久，不过是给曹芒格写的一篇公关软文？就算是吧，但我还是希望看到国创魔玩能真正走出去的那天。正所谓恐龙厮杀众豪强，强食弱肉谁称王？望喜钢索敢独秀，秀出个官方认证美名扬。扬名四海有心肠，常念错失机遇伤。伤筋动骨甘原创，闯出个前功尽弃，是一梦黄粱。良玉题材从天降，匠心未满亦无常。长亭之客辟蹊径，竟沦落半路夭折，前途渺茫。芒弦掌上弄玄黄，黄天无眼渡周郎。浪迹江湖终定数，竖起那漫画小比例的乌托邦。绑配件做金刚，刚必用乃荒唐。堂堂美型大绝创，创造个708落，叮铃当啷。浪子回头见官方，防不胜防龙焰王。望魏武龙再聚手上拿的那是堆什么玩意儿？一马行辕代工厂常有歪轴断两旁，旁门放大精图装，装的是揭竿起义的陈胜吴广。
满嘴顺口溜，你得想考研呀。机器恐龙大混战盘点至此，历经数年的马革裹尸，第三方各厂在这场厮杀中有功成名就，有一败涂地。也正道是登峰起兮云飞扬，是非成败转头空。几年的商战，却也为变形金刚这一 IP 打下坚实的粉丝基础。诸侯纷争看似弱肉强食，也不过是周天子的打工人。看似繁荣的变形金刚第三方市场，终究抵不过官方的一纸禁令。只是这帮第三方还有利用价值，而他们的路还能走多远呢？这个 UP 主不才，只想以自己的视角将这段历史一一记录下来。或许若干年后，玩家会慢慢忘记变形金刚，慢慢忘记第三方，慢慢忘记这门可罗雀的太空桥书场。但当你想起记忆中还有一个磕着浓茶、干着文案、摔着醒目、啰里吧嗦的万年新人，也请回来看看变百科下文书精彩回目，我们第4季接着干。这里是新人 UP 少主力，如果你喜欢这个太空桥底下说书的，记得关注、收藏、投币、转发，你们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如果你喜欢变百科这个系列，就让它更加繁荣吧。